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胫骨。那么刚才咱模拟的这个胫骨呢是个四方柱，但实际上的胫骨呢它并不是四方柱啊，它是两头大中间细的一个形状。那么上端呢最大啊，也就是上端宽下端宽，但是呢上端比下端还要宽。它的内侧，这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脚的内侧踝，它也比较像一个锤子，上端有特别大的一个面儿，然后呢在这边下端加了个把。这样，在这个锤子的，它就有一些底面。那么小腿上很多肌肉呢，都是从这个底面开始的，然后有一些大腿上的肌肉呢，也是在这个底面结束的。刚才我们从这张图上说了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腓骨从哪开始？腓骨是从这儿开始，外侧啊，这边是外侧，腓骨在外端。更靠下一点，它有这样的一个高低差。OK， 腓骨、胫骨。腓骨到下面就变大了，它俩正好相反啊，跟和耻骨、桡骨比较像，跟小臂上的骨骼比较像，都是大小是反过来的。这是足的根骨后边啊，这是足骨的一个概括。胫骨的顶端呢是外侧小，内侧大。这里是胫骨粗隆啊，这里是那个窝面。也就是上关节面，它是一个小凹窝形状，在外侧的后方这个位置，腓骨啊，它俩大小差这么多呢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胫骨和腓骨的底端，这是胫骨上的下关节面，然后这边是内侧踝，这里是内侧踝，然后这里是腓骨的下端，也是脚的外侧踝。那在下端的话，它俩大小就没有差这么多了。那么这边是前啊，这边是后，上边呢是这边是前，这边是后，这边都是外侧，这边是内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空间上的关系。我们把这个胫骨从中间截断，看一下它的截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啊？胫骨的横截面类似于一个三角形，那么这三角形的尖儿是朝前的，面在后边啊，这个面在后边，面在后。那么它和股骨相反，股骨的话呢，这个三角形前面宽，后面窄，它这样的一个特征。然后胫骨的话呢，它不有三个面吗？胫骨这个三角形呢，它其中有两个面被肌肉裹住，它被肌肉裹住，另一个面呢直接是挨着皮肤的，也就是在皮肤下面我们直接就能摸到也能看到的。这是一个右腿骨骼，那么右腿的话，它的内侧在哪？内侧在这边啊，内侧这边。所以呢，皮下胫骨在内侧，皮下胫骨在内侧。然后我再来介绍一下髌骨。髌骨在整个腿的前边啊，它是和胫骨粗隆相连的，它们之间呢有一条髌韧带。啊，虽然髌骨和胫骨是相连的，但是呢，髌骨是在股骨的前面的，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。那么它呢，上边是连着大腿的肌肉啊，下边是连着胫骨，它的角度也非常受限，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侧面活动，几乎忽略不计。所以咱们就把膝盖和脚还有胫骨它们的朝向确定为一个，也就是有另外一个知识点，膝脚同向，膝和脚同朝向，那么胫骨朝向也就包含其内了。好的，膝脚部骨骼上面的一些空间关系、位置特征、形态特征就介绍完了。大家在画人体的时候还遇到过哪些问题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